欢迎收看辱华的华系列节目第9集。今天我们围绕着长城来聊几个有趣的话题。最近美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探月行动，那有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又浮出水面了，就是在太空中我们究竟能不能看见中国的长城？这个问题对于现在很多人而言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肯定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像我小的时候，对此却是深信不疑的。为什么呢？谁教我们的呢？说在太空中可以看见长城，就是在课堂上，正经的教科书里就这么写，甚至有的时候考试还会考。但是呢，这又不是一个说是中共的或者中国的教育问题是为了纯粹的宣扬这种民族自豪感，还不是。我们今天先捋一下，最早说这个观点的人是谁呢？还不是中国人是一个英国人，是这一位叫 William Stukeley。这个人呢，而且很早1754年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他是在一封信里说的，说中国长城在地球表面十分显眼，也许可以从月球上辨认出来。这个人呢，是一个不能算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他是一种早期的叫田野考古学者吧，比较喜欢研究古迹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人家话也没说满说也许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还没有飞上天过所以只是猜测。那么好，进入到下一个世纪1895年的时候，又是一个英国人延续了这个说法，这个人叫 Henry Norman， 这是一个作家那么他肯定是从一些文献里可能读到过之前那位说的那个话也许，或者呢就是他凭自己的想象他呢曾经到东亚旅行过，是一个旅行作家，所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地球上唯一能从月球看见的人类建筑就是指这个长城。你看这个话说的就比之前这个英国人说的更笃定了，是吧？那么于是呢，再到下一个世纪1987年的时候，中国的9年义务教育6年制小学教科书语文第12册里面有一篇文章就叫《长城》，描述这个长城的建造多么不容易它代表着这个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什么什么样的意义呢？其中有一句话在这个教科书上写着，飞往月球的宇航员所拍摄的地球照片上能清楚地看到我国的长城。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教材长什么样就是这本书这是我们小时候学的教材然后看这是正文第一段就写了远看长城，它像一条长龙等等等等等等。然后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刚才那句飞往月球的宇航员所拍摄的地球照片上能清楚地看到我国的长城。那当然现在这句话呢已经从这篇课文里删除了。为什么删除呢？因为后来中国也有这个探月计划，是不是？我们知道也有这个首位宇航员升上太空的杨利伟。杨利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2003年的时候他说 I did not see the Great Wall from space 我在太空上看不见长城。那当然了，他又补充了一句实际上任何的人类单体建筑都看不见。那么杨利伟的这个采访之后呢，到第二年2004年陆续的在中国这个教材里慢慢就把刚才我念的那句话给删除了就不再误人子弟了。那我想说呢，就是毕竟我们是被这么教育出来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呢，我们要回归到这个真实回归到现实。那么课本的这个更新也是与时俱进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人类这个发展它不一定都是往这个进步性上去走的，有的时候也会开倒车。那我就给大家放一段小视频还是关于长城这个事儿这位大家应该都能联想到一位女士在哭，是吧？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故事，就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故事呢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孟姜女现在是说都是秦朝时候修这个长城，是吧？她的丈夫呢就被强行的去压过去修长城去了。那她去找她丈夫，找不到那其实她丈夫已经死了，那她就非常伤心，就哭。结果这个感天动地哭倒了一段长城这个砖墙倒了之后呢，里面埋有她丈夫的这个遗骸是这么一个故事，实际上是在控诉这个暴政。那当然这个故事还有更早的原型，不只是从秦朝开始的更早是春秋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原型故事当然那个时候哭的不是长城哭的是其他的一些事情也是反抗这个暴政。但是这个故事几千年来在中国都是一个大家都是这么理解的，是吧？但是到现代的中国有了另一层理解我给大家放一段视频是这个有一位这个百家讲坛的这么一位学者讲师，叫鲍鹏山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将有一个县里面的，它那地方有个地方戏，他们重新改编了孟姜女的故事。你知道这个改编有多恶心吗？他改编的是孟姜女哭着到了长城上寻找万绮良，然后那么多的民工告诉孟姜女，你不要哭，她已经和万里长城融为一体了，你应该觉得光荣。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万绮良的后人，我们都努力的要把这个伟大的长城筑好。这是现代人，就是在不到10年前，浙江的一个县里面的某一个剧团重新改编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你觉得是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有现代性呢，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些人有现代性呢？这是最可怕。所以中国今天真的，我们今天的思想，我曾经经常讲，我说历史上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表扬过汉武帝，但是我们今天表扬汉武帝。中国历史上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表扬过张献忠，今天的人我们说张献忠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历史上从来没有表扬过洪秀全，我们现在说洪秀全怎么样，有一个几十集的电视剧在鼓吹他们。我们今天的良知判断是人类历史上最低的。我讲的意思是包括时间和包括空间。时间我们跟我们的古人比，我们都是最愚昧的。空间呢，全世界没有像我们这样愚昧的歌颂残暴的政治，歌颂帝王，歌颂帝王对人民的践踏。讲得非常的好这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那么今天这一个节目呢，围绕着长城我最后讲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认为呢，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敌北方的游牧民族骑着马就好像有这个长城就过不来了。其实不是还是可以过来还有各种各样的办法。长城是阻挡不了游牧民族一个南下的。其实那修建长城是干嘛的？大家有没有想过长城The Great Wall， 那现在中国还有一个就是网络防火墙也是叫这个名字是吧那么墙它不只是可以抵御外面的信息不进来，它也可以防止里面的东西想出去，对吧？你中国人你现在要翻墙要用 VPN 用梯子翻墙出来看到真实的世界和这些信息。那么古代的这个长城呢，这个 Great Wall 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把当时的中国人圈禁起来，不让你跑出去。这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人民在中国古代帝王包括现在中共的眼里你都是牛马你都是待割的韭菜，你要种地，你要去给我交税
你不是真正的人，你是我的资产、资源、人矿。所以这些东西我不能让你随便的迁徙啊，我得把你管起来。那仅仅有什么户籍制度啊，一些这个严刑立法还不够，我要物理性的建起这个墙，军队守着，把你就圈在这儿，你就在这儿给我种地，你就在这儿给我繁衍，给我浇水，一代一代又一代。这个也是长城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但这一层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宣传和对孩子们的教育里会提到吗？不会。所以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的课本上看到对这一层的理解和反思。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意味着这个文明更进了一步。好，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